今天这一讲非常重要，请大家格外留意。须菩提在法会上向老师提问，说：世尊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发大乘心，希求修佛陀的大乘法的心。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讨论过，佛陀的教法可以分为三乘。一个人能够认同三世说生命观，但是生不起出离心，他并不觉得轮回苦，还想轮回，而佛陀给这些人说了人天乘的法。而认同了三世说生命观，进而又有对轮回的苦的认同，升起了出离心，但是他生不起菩提心，也就是他极度渴望着自我的解脱。那么佛陀给这样的众生讲了小乘的法。那么一个人能够认同三世说的生命观，能够升起出离心，同时又渴望升起菩提心，修大乘法，成佛，这是佛陀讲的最重要的法，大乘法。一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就是希求学习大乘法的人。这一点明确了。那须菩提给老师提的问题，就是一个渴望修大乘法的人，他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是我今天表达的第一点。第二，我们看鸠摩罗什的译本，一个发大乘心的人，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是怎样的安住？怎样的降伏其心？是两个问题。但是我们看玄奘的译本和易经的译本，它是三个问题。玄奘的译本是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易经的译本是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大家意识到了吗？玄奘译本跟易经译本是三问，最后一问降伏其心，玄奘跟易经译成摄伏其心，这个问题不大，同一个意思。第一个问题，应云何住？易经译作云何应住，意思也是一样的，问题不大。只是玄奘译本和易经译本中间多了一问，云何修行？那么金刚经的梵文原本还在，那么我们看看梵文原本是几问。现存的金刚经的梵文原本确实是三问。第一问 Stadavyam 安住，第二问 Pratipadavyam 修行，第三问 Jidam Pragrahidavyam 调伏心。所以对照金刚经的梵文原本来看，显然玄奘译本、易经译本跟现在的梵文原本是完全吻合的。鸠摩罗什译本跟现在的梵文原本相比，缺了一问。既然梵文原本是三问，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尊重玄奘跟易经译本。我觉得应该从三问来理解金刚经这段经文。好，总结一下，须菩提给老师问了一个什么问题？须菩提说，如果一个人发了大乘心，想修佛陀的大乘法的话，他应该怎么安住？应该怎么修行？应该怎么降伏他的心？三个问题。首先我们讲什么叫安住。
大家注意，须菩提是问一个希求修大乘法的人应该怎样的安住。其实这句话就是在对比着人天乘和小乘佛法来讲。人天乘的法，因为他只认同三世说生命观，他相信自己是在六道当中轮回，但是他生不起出离心，他并不愿意摆脱轮回，他很希求轮回。因此修行人天乘的众生，他安住于哪里？他的修行的结果安住于哪里？修行的结果安住于生死。修行小乘佛法的人，他不仅认同了三世说生命观，相信自己是在六道当中轮回，同时他对轮回的苦极度认同，他渴望着尽快的断除自己内心的烦恼，自己正如一种解脱的境界，这个境界就叫涅槃。所以修行小乘法的结果是安住于涅槃。那么大家可以理解了，在这里须菩提问老师的问题是，那一个修行大乘法的人，他最终会安住于哪里？修人天乘最终安住于生死，修小乘最终安住于涅槃，那修大乘法安住于何处呢？这就是须菩提给老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云何修行？修人天乘的人，他不希求解脱，他渴望轮回，那么佛陀给他说的法，让他修行的法是什么？是五戒十善，也就是很好的修五戒十善，就能确保着在六道当中轮回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人天果报。修小乘法的人渴望着自我的解脱，那佛陀给他讲什么法呢？给他讲八正道。修行小乘法的人修八正道，这八正道细分是37项，我们也叫做修37道品。也就是学习小乘法的人，他是修37道品，证人我空，断除自己内心的烦恼，证得一个清净的涅槃的境界。所以人天乘修五戒十善，小乘修八正道，或者叫37道品。那在这里须菩提问老师，那老师，一个发大乘心的人，他要修什么？怎样修行？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那一个修行大乘法的人，他应该怎么样入手开始修行？这个入手就是首先要降伏其心，要摄服自己的贪欲的烦恼的心。修大乘法如何入手降服自己的心？大家可以理解了，须菩提问的这三个问题，怎么安住？这是从果上说的。那么为了获得这个果，那怎么修行？这是从修行的过程上说的。云何降伏其心？这是从修行的下手处说的。大家一定要对这个问题有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可以讲，整部《金刚经》后边释迦牟尼老师就是在回答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贯穿整个《金刚经》，甚至讲大乘法门的修行的根本其实就是这三个问题：怎么降伏其心，怎么修行，最终如何安住。这是大乘佛法修行的纲领。所以今天一开始我就强调，我们今天的这段课，我们学习的今天的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好，须菩提提了这个问题之后，看佛陀
是怎么表态的？佛言：善哉，善哉。善哉，梵文是 satu， 什么意思？很好，很好。所以大家注意，这个佛教典籍里的善哉，善哉，是一个非常充分的肯定语气，往往用在老师对学生的表扬的时候。这是一个肯定语气，问得好，说得好啊。接着往下看，老师说：须菩提啊，如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诸诸菩萨呀。前面须菩提提问之前，先赞叹老师，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诸诸菩萨。那么老师说如所说，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么老师把须菩提对老师的这段赞叹承担下来了。紧接着老师说：如今谛听，当为汝说。谛听就是用心的听，认真的听。我现在就给你说，说什么呢？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说一个发了大乘心的人，他应该这样的安住，这样的降伏自己的心。当然玄奘译本和易经译本是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摄伏其心，也是三句，跟前面三个问题是对应的。那么这里的如是这个词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法义，就是你认真听，我现在就给你讲，一个发了大乘心的人要像我下边这样说的那样去安住修行跟摄伏其心。须菩提回答：唯然世尊呐，就是好啊，好吧，老师，愿乐欲闻。那么在场的大众都特别的愿意听闻老师下边的教诲。到这儿为止，金刚经的第二段圆满了。下边进入金刚经的第三段，就是释迦牟尼老师开始回答须菩提的问题。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首先要解释一下摩诃萨。菩萨我们上一次讲了，摩诃萨，摩诃是梵文马哈这个词的音译。马哈什么意思？大的。所以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那什么是大菩萨？那么在佛教的经典里边有不同的理解。在有的经典里边认为见道等初地的菩萨就可以算大菩萨，但有的经典说要证到八地不退转才是大菩萨。我们今天不去细分别这个不同，我们说大菩萨当然就是修行很好很高的菩萨。老师跟须菩提说，你看那个大菩萨是怎么降伏自己的心的。原本须菩提问老师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发了大乘心，他们最终会是怎样的安住？他们将是怎样的修行？他们最初应该怎么摄伏自己的心？但是老师在这儿没有说普普通通的善男子善女人，他说你看那些大菩萨们是怎么做的，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高高的榜样。鸠摩罗什译本是应如是降伏其心，玄奘的译本是应当发起如是之心，用的是发起。易经译的是当生如是心，用的是生。所以在这一点上，玄奘跟易经译本是比较接近。发起跟生，这是比较，生就是产生的生，比较接近。而鸠摩罗什用的降伏在这里跟玄奘译本跟易经译本出入比较大。
那我们就看一看范文原本。范文原本是 udbadai davyam， 如果翻译过来就是应该产生。所以对照范文原本呢，玄奘译本跟易经译本译的更准确一些。也就是释迦牟尼回答须菩提说，你看那些发取菩萨乘者，那些大菩萨们，他们是怎么样升起自己的心的？怎样升起自己的心的呢？大家看下一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注意这句话鸠摩罗什译得非常好。首先大家想，印度人一说众生指的仅仅是人吗？不是，他一定指的是六道众生。所以鸠摩罗什在这译成众生之类，特别是前边他译的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大家知道在汉语里，所有和一切这是两个近义词，而且在我们的习惯当中，这两个近义词并不总是这样叠用，而鸠摩罗什译本在这儿把这两个词叠用起来了，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大家能体会到吗？这个语气非常的强烈，也就是这六道众生一个你都不能给我漏掉，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